听说这一次庆功宴的主角不是万历，是我们丁总。集团表彰万历还是丁总有什么区别吗？当然不一样了。你们是不是忘了他为什么会来万历啊？这里对他而言就是一个跳板，一旦完成了跟郑董的对赌协议，他还是要回去的，这不是快了吗？集团啊，特地举办这一次3季度的庆功宴，就是代表了一种提前欢迎他回去的态度。你说对不对啊 ，Mary？ 可是我听说郑董跟丁总的关系可不太好啊。那也可能是郑董觉得，既然阻止不了，那就加入啊。也对啊，万一丁总真的回了集团，2个的人关系多尴尬，还不如提前示好。你们把郑董想得太简单了。哎，来了，看他那表情，怎么那么得意啊？我是算漏了什么吗？丁总来的真早啊！家里办庆功宴，主人来的比客人还晚，不合适。还这么自信？今天很荣幸来到万历的庆功宴。其实这场庆功宴我觉得办晚了。这3个季度以来，万历发生的变化我是看在眼里，觉得非常欣慰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1年前，万历商场被列为不良资产，是准备要出售的。但现在我想说，幸好我们给了万历更多的时间来证明自己。今天，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吗？这些改变，商场的管理团队功不可没。所以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！为万历的管理团队竟然公开表扬你，举办这场庆功表宴，扬的是管理团队，表彰大家的努力。是吗？我要特别提一提，在雷总带领下的营销部做得非常出色。在过去的1年中，客流提升了213%。在招商遇到严重问题的情况下，还能保证万历的人气不跌，效果？我觉得非常。这跟营销部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不是批评管文的招商有问题啊，他也是在总经理的要求下做的执行。但我们主动把香蕉健身这种高端的生活业态推到竞争对手那里，真的是一个很愚蠢的决定。不仅损失了人气，也少了租金收益和话题的爆点。看看人家斐乐城，新开业之后的热度远远超过我们。所以今天在这个特别的场合下，我也想借此机会宣布，营销部雷克森的新任命，万历购物中心首席运营官 COO 直接向集团和我汇报。让我们恭喜雷克森雷总。姓郑的是有病吧？丁总，承让了啊！恭喜雷总得偿所愿。丁总话不能这么说，我的愿望怎么能只是做个 COO 呢？你知道这事儿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我跟那姓雷的早没关系了。结果，写着呢，是吧？我没事，让我亲一亲。你他这火不是冲着你啊！认识他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见他受这么大挫败，让我自己一个人待会儿吧。但是我真没想到，郑董可以这么颠倒黑白、胡说八道。如果不是我们说服斐乐城，让他区别经营，制作生活业态的话，那么现在万历整个品牌组合都被挖空了。他居然可以单把香蕉先生这一块拿出来说事儿，他为什么不看看3年5年之后租金的收益的涨幅呢？我们能看出来的事儿，他不会不懂，但他现在就是要指鹿为马，我们能怎么办？我可不信，对他就真的没有办法。
还喝着呢，情绪怎么样啊？两位美少年，请问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安慰男人比较好？在线等，有点急。这就要问王太太了，让他冷静一下，你陪他一晚上就好了。滚！想歪了你啊！我诚心诚意请教你们呢，能不能给点实用的意见？完了完了，第一次见管文对一个男人这么上心，要被套牢了。你别着急，丁宁是个理性的人，你要给他留些自我消化的空间，他能想明白的。他喝醉了吗？你扛得动吗？要不要我过来帮忙？目前看着还好。你来了，还好吗？我没事儿，放心吧，就是一时没有调整好自己的情绪。没想到姓郑的做事这么绝，这么指鹿为马，不分黑白，一竿子把你所有的好人打坏了。职场啊，本来就是一个有压力的地方。但是我不会放弃，跟这姓郑的斗了这么久，哪一次输过呀？是不是？当然了，你一向都是这么所向无敌。现在知道你的男朋友所向无敌了。这场比赛现在已经跑了3/4，后边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他给赢下来。陪我去吃点东西吧。今晚不行，秋姐的综艺首秀上线，我得回去守着。你这是重有轻色啊！明天补偿你。陈轩轩，你又折腾什么呢？明天张晨要来店里直播，我得找一个最好的位置，才能拍出我们一城咖啡馆的美啊！张晨是谁啊？张晨你都不知道，美食界吃播圈的网红达人，请他拍一条视频，这个数。你疯了吧？你不是说何亦菲是网络大神吗？平时就有不少的粉丝迷妹来看他，你还花那冤枉钱？这明星啊，都分好几个档次，何况这种 KOL。我要把这个一城咖啡做大做强，市场营销我不能省。看来何亦菲给你掏钱下场，给你信心啦。丁宁怎么样？没事了，他是一个自我修复能力极强的仙人掌。不过昨天晚上喝了好多酒，
估计一会儿起来胃肯定难受。刘妹跟你很像啊，都是针叶类植物。不跟你说了，我准备给丁宁做饭去了。哎呀，我没听错吧？千刀斩的女魔头给人做饭了？是的呢。爱情的力量。看看，哎，这么多东西，这还多啊？来，你给我。这么沉，我来拿。你说。哎，你拿这个就行了。你今天什么都不干啊，就在这儿待着。我说好要拱着你啊。哎呀呀呀！我来。要不然的话，一会儿邻居就该打119报火警了。其实我平时不怎么做饭。看出来了。好了，说吧，你想吃什么，我做给你。说好我补偿你的。你一直欠着。看看，我没想到你这么会做。只是煎了一块牛排，这不算会做饭。太好吃了吧！你这不开一个牛排馆是不可惜了。管总，请停止你的无脑吹捧。我说的是认真的。看你上次庆功宴还没结束你就走了，是觉得我当众批评你不高兴了？你呀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太敏感。我指出你的不足是为了帮助你进步啊，要不怎么能实现咱俩的对赌协议呢？郑总说笑了，我怎么敢生您的气呢？但刚刚听您说我们之间的对赌协议还生效啊，那我真的很开心。我觉得丁总回集团太可惜了，还是万里适合你。不过当初啊，我们俩的对赌传得整个公司人尽皆知，我也不能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，是不是？您肯定不是那样的人，我相信您装都要装出来。我把雷总提上来是为了帮你。你看你啊，上个季度销售是不错，但资金收益滑坡了，所以你需要一个懂得营销的人来帮你。这个季度啊，让雷总给你好好规划一下，把销售和租金2项考核指标都完成。就是嘛，丁总啊，你看咱们现在这个季度刚好又碰上线上的大促，对线下的销售很有挑战了。没有我的帮助啊，您确实是很难完成。睁眼说瞎话，雷克森怎么可能帮我们呢？他不给我们挖坑就谢天谢地了，信他才怪。所以啊，这个季度的销售和租金目标得靠咱们自己完成。租金你不用担心，我一定不会拖你的后腿。你只要把所有的心思放在销售计划上就好。涨租15%可不好完成。你是怀疑我的能力？
这是这个月跟进的到期商户的续约进展。我报出去的续约租金要求涨15%，小品牌同意了，还有1楼几个大租户还在跟我磨，希望可以评选。你去告诉他们，15%的涨幅对于现在的万丽而言是一个合理的数字，让他们在市场上打听一下，就会知道我们万丽现在调整状态。如果不抓紧把合约续了，等到明年商场业绩表现更好的时候，位置就不保了。好的，明白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租户连评续都不愿意，还要求降租。哪个品牌 ？TL。他们 BD 是多久没出来干活了？外面世界变了都不知道吗？行，那我去拒绝了，让他们加租。大罗，他们还是以前那个简易装修的旧形象吗？对，而且生意还掉了。你去告诉 TL， 到期之后万丽不跟他们续了，让他们准备车店。啊，为什么？你不是说过有几个大租户也不肯吗？只要我们口子一开，那些小品牌也会倒戈，所以必须要先把规矩立起来。明白。管总，丁总请您到会议室讨论一下本季度的销售计划。马上来。好。现阶段呢，历来是销售的黄金期，占到全年销售额的45%，但也是竞争最激烈的时段。我们必须大力的投入营销，才能确保从电商和其他商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，完成销售目标。雷总之前负责营销部，想必对推广方案的制定很有经验，可以先提提方法。营销计划呀，其实我倒是觉得，现在人人都在抢跑道，咱们搞营销没效果，浪费钱，没必要。没必要。雷总啊，您做营销10几年了吧？居然说做 marketing 浪费钱没必要，这不合适吧？怎么不合适？那不是因为我现在站的高度不一样了吗？眼界和格局都发生改变了吗？啊，难道想要销售就只有营销推广这一条路吗？丁总，还有管总，你们干了这么多年了，难道就想不出别的办法吗？放着快捷有效的路不走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绕远路呢？办法总比困难多啊，关文，你现在应该想的是如何迎难而上，而不是有这个畏难情绪。行了，我呢一会儿啊要见个供应商，先走了，你们过会儿啊。你说这个雷克森是不是有病啊？他就是故意的，他不给批先投营销，这个季度咱们就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营业额。他就是想睁眼看你死。是啊，但是他是看我死，你那么激动干嘛？你说呢？你那么聪明啊，肯定能想出办法。你有办法吗？我又不是神，又没有预算，又没有营销资源，就想出办法，这得花点时间啊。你说到底有什么办法能既花钱少，又能提升客流，还能增加销售呢？呀，丁总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那什么，这个王梅丽啊，让我给你送这个红焖羊肉，看来是送少了哈。你好，哎，那什么，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？没关系，你们继续。不是，我把你要的事都收回来，你哪来备份啊？都是一家人，说什么呢？就没关系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同事关系嘛，对吧？同事关系，对吧？没关系，我呢就是顺道找管文聊点事儿，聊差不多可以走了。别，我是不是扫你们的兴致了？这样的，都是成年人，我就说2句啊，就说个2句。这个王梅丽想抱外孙呐，已经很久了。我记得这个月底啊有一个好日子，要不月底就把这个事给办了。你是皮痒了，滚腾飞。明白了，你们想顺其自然，对吧？这还，丁总，我跟你说，王梅丽已经不小了。我跟你说，再生真就生不出来了。你干嘛？还我！你拿我的手，把这个机会把握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想，不是，你听我，不是，哎。这个不好意思啊，我妹妹就这脾气，你别介意啊。去哪儿我送你们？我去吃个夜宵。
是这吧？丁总，就是您这车，全配了需要多少钱呢？我看这全是真皮的质感，而且，哎呀，这液晶屏太气派了，还有这方向盘，这么多键呢，就散发着满满的高级感。你以后叫我丁宁就好了。车呢是几年前买的，一落地就不值钱。喜欢车？喜欢，就是没什么机会开。你是不是想试一下？这不合适，车这东西不能随便借的，对吧？喜欢的话拿去开几天。不合适吧？那我就开2天给您送回来，好不好？我不着急用啊。那这是咱们俩的小秘密，你别告诉文文，你告诉文文肯定会说我的。好。你人真好。哎呀，这文文真是没选错人。这样，以后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如果文文哪块做的不对，你就告诉我，我帮你搞定他。我真能帮你搞定他。好。你觉得缩减营销的费用就能打压这个季度的销售？按我丰富的经验啊，这3个月是兵家必争之地啊，每一家都在疯狂的抢顾客的钱和人啊。要是哪家商场不做营销投资，那就相当于是自杀呀。我这招釜底抽薪，那是最狠的。那万一他们还有什么后招呢？不可能，我觉得不会。这么肯定啊？好，我回去跟郑总汇报。郑董一直觉得管文跟丁宁2人的合作关系太牢固，不是件好事儿。他还是希望你能够松动松动。好嘞。但是我听说啊，这个管文和丁宁的关系不一般，好像是在搞地下情啊。那要是真的话，恐怕离间有难度。其实这一开始啊，丁宁跟管文也是有问题的。那管文最早的时候，为了丁宁在酒吧跟一个女的争风吃醋，这件事当时闹得还挺大的。有这种事儿？当然。所以人不可貌相。哦，是。上车。谢谢丁总送我回家。不客气。丁总今天怎么没开车啊？车，送去保养。我听说你要撤 TL 的店啊？我可不是有心针对他们，但 TL 不肯涨租，这一点我肯定是不肯让步的。这个游戏规则一旦被打破了，其他到期的大租户肯定找各种理由跟我闹事，那我还怎么完成我的租金提升？销售目标本来就没有着落，租金收益又捅了篓子，这不是腹背受敌吗？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是就这么撤了他们店的话，店铺空着，损失也还是很大的。我怎么会让他们空呢？丁总对我做事还不放心。那明天 TL 要找你来谈续约的话，见还是不见？见，怎么能不见呢？风水轮流转，这个便宜我可得占。我等 Peter 来拜码头，等了很久了。志在必得。